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奔跑吧113，高能不断，周深拉满团魂，真实表现，获全网一致肯定。在第13季奔跑吧节目中，可谓全程高能，除了李晨、张真源、沙溢、宋雨琦、郑恺、周深外，飞行嘉宾、导演组还把无数人的童年偶像阿 sa、张韶涵、周传雄请了过来。按照设定好的规则，阿 sa 和沙溢一组，张韶涵和范丞丞一组，周传雄和申申一组。简短介绍过后，一出好戏正式拉开帷幕。全员第一站来到了武汉中山公园。据介绍，这个宝藏的一直被称之为武汉人的客厅开启任务前，跑男团还特意感受了一下剧。有年代记忆过山车碰碰车，深深脸上挂满了笑容，全程享受，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。玩耍结束，首轮进行的游戏是奔跑吧旋转木马，说白了就是深深早就驾轻就熟的老游戏，你来比划，我来猜，只不过这次加大了难度，两个人跟随木马，一边跑步一边比划，另外二人则是坐在木马上说出正确答案，考验都是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。如果白鹿在场和深深组队的话，赢下这轮游戏完全不在话下。深深与往常一样，主动要求自己这组率先出战，并且让周传雄和李晨来猜，自己和孟子义比划。相对之下，肯定是比划的人更累一些，因为难度太大，太费体力。第一题，回眸一笑，深深一秒入戏，开启了即兴表演模式，让前面的孟子义回了一下头。二人比划的相当到位，可无奈于旋转木马转得太快，等到碰面时漏掉了很多细节。搞笑的是，喜剧人范丞丞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看到深深和孟子义的表情后，来了一句鬼迷日眼。节目组后期还为二人做了一张特效，成语中只有鬼迷心窍，他口中的鬼迷日眼还是头回听说。只能说范丞丞的脑洞太大了，分分钟能逗笑观众。第二题，大灌篮，这是周杰伦和阿 sa 的一部电影。随后，深深毫不犀利，把能想到动作都在可行范围内做了出来，成功帮助队友短时间内完成了任务。第三题，蔡明，这道题多少有些难为周传雄。毕竟他是台湾歌手，对内地的小品演员并不熟悉。随后深深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机器人、小品等词汇，没有比对就没有伤害。这个时候，镜头里观众只能看到深深一个人在跑，队友孟子义因体力不支，已经开始划水了。类似的情景之前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在前几季节目中，同样是两人配合的游戏，最终变成了深深一个人完成，谁的团魂感更强，观众不言而喻。光是第三题，深深就反复表演了多遍，可他没有半点想要放弃的意思。看完之后，让人不禁感慨，为什么深深可以成为央视眼中的优质偶像了？时刻都在跳脱自己的舒适圈，而且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会积极面对，从不向歌迷观众传递半点负能量。尽管只是一个游戏，但从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深深的人品和心态。第四题，电子宠物，没等深深把话讲完，场外的成员就喊出了一大堆的答案。什么千奇百怪的回答都有，生怕深深他们这组赢了自己。再看孟子义，已经落后深深整整一圈了，不停大喊我太累了，使得范丞丞不得不在线吐槽，直言孟子义
赶紧跑！这才第1期，沙溢还补刀，让他也坐上木马来追李晨。周传雄打脸的是做游戏前，自己明明说就是想上来跑，很喜欢奔跑吧，可结果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不吹不黑地说，孟子义并不适合奔跑吧这样的真人秀，以他的个性和做事风格来看，他更适合于那种美食节目，一不用动脑，二不用费体力，只要在镜头面前负责美美的就可以了。第5题，瑜伽；第6题，对牛弹琴；第7题，蜂窝煤；第8题，跨栏；第9题，3轮车；第10题，不论什么样的问题，深深都不遗余力，拉满团魂，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了所有观众。最终10道题，答对9道，成绩都要归功于深深个人，不然的话，他们这组很有可能以0分告终。结束后，往日活力满满的深深直接瘫倒在的数十圈的运动量，再加上即兴表演，对深深来说，难度着实不小。就像铁憨憨沙溢评价的一样，你担负起了全村的希望。讽刺的是孟子义不以为然，问了一句：“咱们这么努力，为什么才8分啊？”很难想象他是出于什么心态才说出的这句话。全程只有周深一人在跑和比划，他也跑了不假，可没起到任何关键作用。借用范丞丞的一句答案来回答他，回去自己看回放就知道了。你可能对努力有点误解，最后还不忘警告节目组不要恶剪，我超努力的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谁努力谁不努力一看便知，压根就不用着强调。如果真正努力了，节目组想恶剪也没有素材，更何况想剪都剪不进去，因为他从头到尾只有那么几秒在镜头里。当然了，这样说并不是针对孟子义，只不过在深深的衬托之下，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优质偶像，谁才是这档节目最离不开人。话说到这儿，深深通过在节目中的表现，又一次获得了全网的肯定，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第1期节目关于深深的热搜有那么多了。不知道大家都对深深在首轮游戏中的即兴表演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